罗盘，罗盘，连续的进攻，自然能力真的很可以啊！好的，漂亮，不搞。曾经 KO 一龙的日本伪娘再次嚣张来华挑战邱建良，还说要将邱建良打背，结果却被邱建良连轰20多拳当场 KO。邱建良这个名号，相信喜欢拳击的拳迷朋友都非常熟悉了。他是中国首位登顶羽量级世界第1的选手，也被称之为泰拳收割机，因为倒在他手下的泰拳高手数不胜数，以顶尖的拳商在擂台上站稳脚跟。今天这场比赛是邱建良跨级别挑战，生重挑战长岛雄一郎，因为长岛曾经击败过一龙，于是在国内拳坛也是小有名气，有着出色的抗击打和爆发力。但是今天他遇到的是坦克邱建良，遇上邱建良那他的职业生涯算是遇上了滑铁卢，在第3回合被坦克跑轰型的重拳 KO 了。赛前对视环节，长岛不将邱建良放在眼里，等会有他好果子吃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张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开局双方不断的虚晃拳法，邱建良配合着灵活的步伐移动，不断的伸拳试探对手。两人在比赛经验上还是很充足的，高手间的对决就是看谁更能抓住机会了，还有控制比赛的能力。邱建良转身后摆试探对手，随即趁着对方不注意，一记转身后蹬精准命中。长岛的拳是很有力量，而且粘性很强。这个日本选手，特别长岛这一批的选手，这种粘着性的打法能贴在你身上，你发不出力来。进来了，真是对。有点头前冲，裁判警告了。看对手是充分利用自己臂展的优势。哎，长岛之前还是日本 KE 的冠军得主，含金量是很高的，他有着绝对的抗击打，还有出色的内围缠斗，这些都是他取胜的关键。在长岛近身的时候，邱建良的后手重拳打中对方，但是长岛没有一点反应，他的身体就像是金刚钻石一般坚硬。擂台上做担心的就是遇到长岛这类型的选手，又粘人又抗打的，真不是一位容易对付的主。哎，反倒是长岛这边是刚才有个游走啊。哦，前摆打到了。邱建良突然360度旋风踢，长岛瞬间就重心不稳了，踉踉跄跄的差点摔倒在地，还想着扫腿邱建良呢，这都是无用功。赛前长岛的状态就很明显看得出来，他非常不将邱建良放在眼里，就是仗着自己有实力，就觉得自己已经无敌手了，但是轻敌的下场还是很重的，被连轰数十拳当场 KO。 之后的进攻中也能看得出来，长岛很畏惧邱建良的各种腿法，就是摇臂进去，左侧、右侧、左侧。而这边长岛也是发现了对手这一个进攻的这个企图啊！你看，又是同样的动作，又躲开了。转身后摆，这样很聪明啊，打起来。前后手。对，我觉得长岛应该打一些常规的进攻，不要被对手给带走了。没错。后手，对。首回合时间到了，邱建良打得非常漂亮，已经掌控比赛主动权了，而长岛有着体型上的优势，这回合也没有发挥出来，被邱建良压制节奏打。邱建良有很多变现的腿法还有拳法，让人捉摸不透，长岛才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。好，第二回合我们再来看看两人的第2回合，双方上来就是火拼，没有一丁点的试探，而这正是长岛最擅长的打击方式，贴着邱建良拼命出拳。长岛将比赛规则运用的淋漓尽致，长岛进入内围还是非常危险的，邱建良一定要更加小心了。面对这样的选手，只要你鼓一鼓我的颈，我就连续打击把你打开。没打到。长岛这一回合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啊。前后手，漂亮！连续前近距离的这种勾摆拳的结合啊。两人现在还是非常谨慎，不能小瞧任何一位选手。邱建良还在不断的摇闪身位，迷惑长岛，近身低扫对方的支撑腿，长岛步步紧逼。
邱建良又是高挂腿，在随后的进攻中，长岛还是想打进邱建良的内围，但是近身之后，长岛也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。在绝对速度上呢，邱建良快，邱建良肯定要快，哎，爆发力更强。长岛看这肌肉类型就不是爆发力的选手，对，是那种粘贴在身上跟你对攻的。我们看又开始了，对，那这邱建良这个功课做的也很多，我就硬顶。哇！转身后摆，邱建良的速度很快，连续摇闪之后的进攻，也让长岛打得非常难受，而邱建良打的还是得心应手。不过被长岛的一记左摆拳打到了，但是邱建良的抗击打也很强，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，这一点也能看得出来。长岛的反应能力并不逊色邱建良，双方确实都是实力悍将，打得有来有回的非常精彩。大波打漂亮，左摆，好的，前手击个，哇！长岛恢复的很快啊。长岛现在是完全放弃重心的，全力往前突了。这回合时间到了，长岛基本没有使用什么腿法，就是紧盯着邱建良的内围，随后就是连续的拳法攻击，邱建良则还是拳脚结合式的打击。不过长岛在挥拳的过程中，也不管能不能站稳脚跟，就是紧盯着邱建良的动向，只要拳头命中邱建良就好。这场比赛在比赛的时候，我们甚至都忘了这是一个不同体重级的一场对战。对。第3回合比赛开始，邱建良是有名的拳商很高的选手，在擂台上喜欢用脑子打拳，加上他精湛的技术，让他在擂台上大杀四方。而长岛的节奏已经被邱建良打乱了。不过这已经是最后一回合的较量了，现在已经要爆发出体内的洪荒之力了。邱建良有很多神龙摆尾的腿法进攻，这种腿法能够有效限制长岛的近身厮杀，就是在中近距离上打拉扯战。后手打到了，被对手打到一个拳手啊，因为发力进程长岛更长。对，这已经是第3回合了，长岛雄一郎必须要用自己更多的进攻，有效的进攻。高手，我长岛还想补腿吗？对，差一点。比赛重启之后，邱建良快速近身，邦邦两拳砸在长岛身上，听声响就知道非常沉重，长时间的重击终于有效果了。长岛的状态瞬间就变了，而邱建良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，于是乘胜追击，连续的组合拳夸夸的砸向长岛。左摆，右摆，连续的进攻。我们看，那长岛这一边啊，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可以啊。好的，漂亮，打倒。刚才邱建良应该是连续打了10几拳，这个一阵猛攻啊，叫停了。最终裁判读秒结束后，长岛还是没有反应过来，于是直接挥手终止了比赛。再顽强的抗击打，也扛不住连续的重拳猛轰。邱建良实在太棒了，将长岛给 KO 了。这就是中国坦克邱建良，打日本人如此凶狠。大家觉得邱建良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